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习志野仙人掌。那习志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播种的，然后现在2025年的5月终于开花成功了，所以我就来拍一个介绍影片，顺便给自己做一个记录。那粉红色花，画面里面看到粉红色花是我自己播种时生的，然后白色花是我在网络上买来的。OK。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习志野的我做的笔记资料，看一下哈。习志野的学名是 Tephracarctus genometrix。Tephracarctus 的前面这个呢是希腊语灰烬的意思，是形容那个灰蓝色的球茎。然后 geometrix 就是几何的意思，就是拉丁文的几何的意思，几何学。好，然后原产在阿根廷的卡塔马卡省跟玻利维亚的边境，海拔2200到2900，生长于极端干旱的海拔沙漠地，排水良好的砾石沙质土，常见紫红色的岩石分布，日夜温差大，阳光强烈。好，基本上如果你看原产地的照片的话，它的确都是在直接曝晒在太阳底下，然后整个都是砾石啊、小碎石，然后好像植批也不是很丰盛。所以大部分都是直接曝晒在阳光下，然后如果你看它这个背景的山啊，有时候都会是整片都是红色的。那如果近看当然没有，但远看就很明显，如团扇般一节一节的生长。茎节部分为球形或椭圆形，表面分布刺座，刺有白色、灰色、咖啡色、黑色。目前这个是我看过的颜色。刺的形态有贴刺、狂刺跟无刺。来，稍微看一下，无刺。然后黑色的贴刺，灰色的刺，不是黑色的。然后刺很多样啦，对啊。然后像这个比较偏白色刺，然后也有狂刺，那狂刺也有很多种颜色。所以其实是蛮多可以收集的。对，那这个一般就是狂刺，好，就刚刚看那些，当然我收的不是全部啦，当然还有其他的没看过的，所以就是我手上的给大家参考。一般单一节径大概3.5到6公分，3.5到6公分，除了跟植物本身的营养吸收有关系之外，当然跟它的这个基因有关系。然后如果它群生的话，园艺可以生长超过20公分高以上。对，日照充足的时候，体色容易转红。单一实生茎节一年最多长一个新的茎节，或者是开花。对，好，然后春末到夏天开花，花白色到粉红色，需异花授粉。习志野的种子有一个特别的发泡的种壳，看起来像海绵或者是像发泡的泡棉这样子，将真正的种子包覆起来。所以如果你看习志野的种子的话，事实上习志野种子蛮大的，目测大概是6 mm 到9 mm 左右之间，大小不一样，因为它授粉完之后，它其实是挤在那个它的什么果荚里面发育成熟，所以每一个形状略有不同，主要是它的种壳，它这个发泡的种壳是看起来是形状不规则的，它里面的种子应该是看起来是差不多，长相差不多了。好。我没有拍照，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看的话，再仔细研究研究。对，那尖尖的部分就是它真正长种子的地方。到时候如果你播种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用一些，比如说指甲剪或者是尖锐的剪刀，把这个头部的地方稍微挑开，看到种壳的种子真正种子的部分之后呢，再泡水下去种。好，然后。这个笔记后面有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就是以前的认知，我会觉得习志野应该是团扇类的，但是我查资料之后发现习志野是什么灰掌球属嘛，刚刚讲的。那为什么它会被独立出来呢？就是我找的笔记的这个下半部，就是所以是 Tephracarctus 为什么会被独立出来？是因为呢，它的茎节呢在长侧芽的时候常常呈球状、卵形或者是短柱状。但是呢，这个团扇类的，它在长新特芽的时候，它常常是扁平的茎节的形状。那刺座，它的刺座特征呢，
Tephrocarctus 就是刺座中的小刺，通常是在里面，不是像团扇那样就是在外面。那当然这也很难说啦，对，只是说它这个特征是这样子。然后 Opuntia 的小刺就是细刺、毛刺，通常是外露。好，日照跟浇水后面再来讲。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蜘蛛。这个刚刚有看这个喜字野的花，这样子，然后它需要异花授粉，这颗是粉红色的，然后柱头长成这样子，近看一下，然后花苞是这样子。那喜字野开花完之后的花苞如果没有授粉的话如果授粉的话，它的果荚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授粉的话，当然它就会在种子就会在里面挤一挤发芽。但是如果你没有授粉的话，因为它有点类似这个也算是团扇的近亲啦。听说如果你这个果荚把它放到土壤表面，有机会从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刺座再长出根，然后再长出新的侧芽，发展成完整的一株。这个我还没有实验过，不过这一次我会实验因为我得到了2个提早开花，但是我没有授粉的果荚，所以如果后续有更新的话，再 update 给大家。但是呢，我现在呢是要把这个其中一个果实，刚我说的嘛，没有授过粉，对剖给大家参考参考。将，所以它里面是长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基本上都还没有发育。那至于授粉成功之后，我看看要发这个要多久才会等到它种子成熟，不知道。但看起来里面的这个胚胎是蛮多的。好啦，那这就是切开的样子。然后呢，另外这个呢，我会放在明亮的地方，看它能不能够发根长出一个新的喜字野侧芽。如果有成功的话，再来更新。然后刚刚有讲嘛，这个3.5到6公分的侧芽，如果以这2个来看的话，这个是小齿，这个是差不多3点多公分，然后这个的话就超过6公分，这样，这个比例尺是5公分。再来就是它每年春天的时候会长侧芽，怎么说呢？1年只会长1球啦，所以这个都是1年、2年、3年。对，这是我自己实生的。那我附带要讲的是说，当你实生的时候这个是实生大概1年多的照片，看起来长很快，但是从第2年或第3年才会长一个新的侧芽，第1年都在发展它自己第1节的茎。那第1节的茎跟其他的茎会有点不一样，是它第1节的茎会变得比较长一点，我发现，对，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实生的这个第1节茎呢，它长得特别长，不知道是不是以后要为以后的什么基部当基础，所以会拉得比较长一点，然后之后就会比较像蛋形或椭圆形。看看其他的这个实生。这个就是第1个长出来的根茎跟之后的，所以第1根的都特别长，然后这基部是蛮有趣的。那喜字野的根系呢，它是非常非常强健的细根，从我这个1年多的实生苗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它的根系非常强。对，那如果你在拿喜字野的时候，其实还是容易，它还是有棉毛啦，虽然不至于会刺进你的身体里，对，但是你如果直接拿，还是说这样拿的话，它还是表面的这些棉毛还是跟其他的团扇一样，会微微的刺人，只是没有像团扇那么狠啊。团扇的话是整坨都附在你身上，但喜字野附在你身上会比较少一点。Later， 这个就是被喜字野的刺到。细刺到，所以它还是会刺人的哦。然后至于照顾的话，
基本上旗帜也是夏天生长的物种。夏天生长的话，就是小颗的话，基本上我就是土干2到3天我就浇水。那如果是比较大颗或者是多群生的话，多头群生的话，我会建议再拉长一点时间再浇水。对，旗帜也是很强健的，其实不用怕很超它这样子。大颗的话，基本上我就是比如说表土干了之后，我再多等个5天到1个礼拜之后，我才会再浇水。所以大致上是接近7到10天啦，浇水的频率吧。对，那席志野如果你要让它开花的话，建议是在冬天的时候你就要断水，至少2个月嘛，然后浇水时间建议应该拉长到3个礼拜，甚至是整个冬天都不用浇水。对啊，如果你忍不住的话，你就1个月再浇1次水，然后你就会变成说你的球体就会扁扁的，像这样子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但是你来年的话就比较容易开花，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基本上这样的确是让席志野有受刺激，然后比较容易开花。讲到开花，如果你在观赏席志野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它的雄蕊，那你就会发现它的雄蕊，如果你碰它的话，它会往内缩。我想这个机制应该是当昆虫或像是蜜蜂去靠近它取花粉或者是钻进去的时候，它会让昆虫本身呢沾满了花粉，到下一朵花的时候呢，就可以轻易的沾到另外一朵花的这个柱头上授粉。那另外一朵这一朵白花呢，也是有发现一样的状况。看它这样动，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好，大概分享一下。那最后呢，大家来猜一下，这个是花苞还是侧芽？基本上呢，如果是花苞，根据我的观察呢，它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它这边的毛会往比较细，往上，然后这个已经几乎是确定是花了啦。那它花的在这么小的状况，要判断它是侧芽还是花苞的话，就可以看它最上面刚长出来的这一段的最上面是有一个细细的，大概有往上的集中的细刺。对，那当然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再小一点的话你看不出来，但是这应该还是花苞。再大一点的话，就会看到红红的，那个表示这个是它的这个花苞的这个花瓣的正在形成中。侧芽的话，我没有更小的侧芽可以供参考，但是如果是侧芽的话，它这个细毛这个细刺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均匀一点，看不太出来，就是比较均匀的。但花苞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今天的席志野的介绍大概就到这里。好，希望大家会喜欢。OK，拜拜。